大家好，我是玄力99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好奇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打游戏、挖矿和 AI 都需要显卡，而不是用单核心更强的 CPU 呢？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又非英伟达不可？显卡和 GPU 又分别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CPU 和显卡在设计上的区别。现代计算机都源自冯诺依曼结构，一共由控制器、运算器、存储器、输入设备、输出设备5个部分组成。其中，控制器是计算机的指挥中心，负责给整个计算机发号指令、指挥运行；运算器是负责干体力活的部分，各种运算都是由它完成的。在执行一个具体任务时，数据会被先放到存储器，也就是内存硬盘里。控制器从存储器里取出数据，交给运算器进行计算，计算完获取到结果之后，再把数据放回到存储器。在早期，电脑是没有显卡的，控制和运算都是由 CPU 来负责。它在电脑中就像是一个大将军，既能发号施令，又能亲自披甲上阵。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由于多媒体等领域的发展，人们对玩游戏、看视频等娱乐需求逐渐增多。这种任务听起来很简单，只需要在屏幕上绘制出一个个像素点即可。但问题是，需要同时绘制的像素点数量太多了，每一帧都可能有上百万个。假如每个像素点都需要计算100次，那么每一帧就要做上亿次运算。而 CPU 的运算核心是有限的，目前性能顶尖的14代 i9 也只有区24核，即使一个核心每秒能做几十亿次运算，最后很可能也就跑出来十几张图，反映到画面上只有十几帧。就像是在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，大将军武艺再强，一个人同时对阵上万小兵，那也根本搞不定。这时英伟达提出了另一种运算设备 GPU， 它和 CPU 不同，不需要关注整台电脑的控制，而只用来做大量简单、同质化、并行的运算。所以在 GPU 上被设计出了非常多计算单元，比如像这张微星超龙 GeForce RTX 4080 Super 就足足有10240个扩打核心。就算 GPU 的单核心没有 CPU 强，但数量却是上百倍的差距，最后能做的运算次数也远远大于 CPU。 这些核心就像是古代军队中的小兵，单个小兵可能没有大将军武艺那么强，但由于数量够多，面对战场上大量的敌人反而能轻松应对。总结一下，就是 CPU 适合依次运行单个复杂的运算， GPU 适合同时运行多个简单的运算。我们电脑上的显卡其实就是 GPU 加上风扇、电路、接口、显存、外壳等组成的。看起来很大的显卡，真正的运行核心其实就中间的一小块，如英伟达之类的 GPU 厂商把 GPU 出售给显卡制造商，显卡制造商依靠自己多年的设计经验，最终把显卡生产出来。比如像微星就拥有20多年的专业显卡设计经验，并一直紧随着技术发展在不断进步，凭借着先进的电路、散热设计水平，生产出的显卡始终都能保持强劲稳定的性能发挥，不管是可靠性还是能效表现，都是行业的天花板水平。所以训练和推理 AI 时为什么更适合使用显卡的问题，到这里就比较明朗了。所谓的 AI 训练就是投放大量数据，进行海量的计算，最后形成一个神经网络模型。 AI 推理就是使用训练好的模型加上大量的数据和计算，最后得出结论。但这些计算本身却并不算非常复杂，面对这样的需求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能想到显卡。而英伟达在10几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2006年，在很多人的不看好下，英伟达毅然决然地研发了 CUDA 架构，让 GPU 支持了图像处理之外的运算，并加入了可编程的接口。一切的故事从此起航。此后，英伟达一直在 CUDA 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持续丰富它的生态和功能。2012年，神经网络之父杰弗里的2个学生亚历克斯和伊利亚利用 AI 加 GPU 的方案，提出了深度神经网络 AlexNet 赢得 ImageNet 挑战赛的冠军，并在识别率上超越了第2名 10.8%。 英伟达迅速意识到了 AI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发， GPU 的计算性能开始暴涨。在全力投入 AI 4年之后，英伟达推出了首个针对 AI 场景的 P100 芯片，并使用此芯片打造出了全球第一台 AI 超算 DGX-1。 这台超级计算机被捐给了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OpenAI。 接收这台计算机的人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马斯克。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引领了新一轮的自动驾驶， OpenAI 则彻底点燃了 AI 大模型的风潮。但这一切都需要算力和软件生态，算力来自英伟达，软件生态也来自英伟达。比如像 RTX 40系列的显卡，最高可达1177 AI TOPS 大算力，不
不管是用来打游戏还是 AI 推理训练，都能提供顶尖的体验。而它搭载的 CUDA 技术则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经过10几年的大量投入和发展，CUDA 已经搭建起来一套非常成熟、无人能比的生态。如今的大部分 AI 都是基于 CUDA 的生态开发的。即使现在突然出现一个算力比肩英伟达的新平台，但是不支持 CUDA， 那大量的移植工作也会让开发者望而却步。更何况现实情况是，英伟达在算力方面也是完全领先。这些加起来，就让英伟达构建起了强大的壁垒，成为一个难以替代、完全绕不开的存在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玄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